3年后再度来袭。曾经火爆全网的《甜蜜家园》第2季震撼上线，那些侥幸从绿植家逃出的居民，他们将怎样在充满怪物的世界中求生？快来看看吧！在怪物末日爆发之后，一些高层躲进了立岛灾难基地，他们希望通过研究怪物，发明出抗怪兽的疫苗。但任博士有不同看法。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，智慧生物人类出现在20万年前。如果把时间压缩到1天，人类存在的时间不过3秒。然而，人类为了私欲，不惜毁灭一切生物和物种。于是，地球决定要换个主人了。在地球眼中，人类才是病毒，而怪物才是地球的疫苗。特殊感染者在这里扮演着正义的角色，他们占据了杀手上格的身体，并且遇到了同样是特殊感染者的贤秀。两人的关系日益紧密。虽然贤秀对无差别杀戮持反对态度，因此正义只能一边与贤秀争斗，一边躲避军方的追捕。女主角作为警察，为了救丈夫而向袁博士求助。原本正义和贤秀都是特殊感染者，他们度过了转变的关键72小时，保留了人类的意识，但因为人类的残忍实验，经历了无数痛苦的分裂和研究，最终选择背离人类，决定作为新种族存活。他们一边躲避人类的追杀，一边寻找更多的同伴。但贤秀的单纯性格让一切变得复杂，始终不明确自己的立场。猎人如果不再需要猎犬，就会将其消灭。这就是为什么猎犬必须变成狼才能生存。贤秀却不理解这一点，他模糊地站在了人类的一方，这与正义存在很大的矛盾。军方为了抓住他们，干脆把整座大桥炸断了，但这并未阻止正义的逃跑，最终还是让他逃脱了。伊井从军人那里了解到，高层想要活捉正义和贤秀的原因，是因为立岛总部有其特殊性，感染者已经无用，不久后就会被清理掉，而绿之家的其他幸存者被送往了幸存者营地。在确认安全后，他们通过了前哨站，但他们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加凶险。幸存者想生存下去，必须成为劳动力，一边清理障碍一边前进。镜头转到一对穿着婚纱的新婚夫妇，一个流鼻血的男人被捕，并被预防室当场射杀。尽管那男人流鼻血是因为白血病，而不是因为感染，那些试图反抗的人也被军方无情打击。随着警报声响起，一只巨型怪物突然出现，它惊慌失措地在人群中穿梭，并没有直接攻击人类，反而是军方的误射，导致许多幸存者伤亡。随着前方混乱的扩散，后方的恩佑等人也开始逆向逃跑。元佑亲眼目睹了被波及的人群，以及选择自杀的人们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怪物在捉到一个小女孩后，并没有伤害她，反而将孩子交还给了她的母亲。这说明无论变化前后，她的行为都是为了保护孩子。与此同时，恩佑发现外面和公寓没有差别后，决定回到公寓，去寻找下落不明的哥哥恩赫。在主战场这边，专门清理怪物的乌鸦军团加入战斗，这是一支专门对付怪物的精英小队。一旦发现怪物，就痛下杀手，把怪物打得重伤。怪物发现自己的巢穴被炸后，不顾一切地赶回去。原来巢穴里有他的孩子。怪物之前的惊慌是为了驱赶人类，人类最终以怪物的幼崽作为威胁，将怪物烧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卓尚是放走了怪物的幼崽，这导致他和不理解的金钟士产生了矛盾。卓尚师坦白说，乌鸦军团只对攻击人类的怪物采取行动，正义带着贤秀去见同类，因此他们打扮得整整齐齐。作为特殊的感染者，正义想要存活下来有何不对？结果却被贤秀嘲讽，难道他逃跑是因为害怕被研究？杀人的言论简直离谱。接着出现了一个身穿名牌的怪物在追人，或者是在追名牌包。正义站出来阻止，他承诺以后不会无故杀人，就像哄骗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。4手女怪被正义驱逐，是由物欲和名牌催生的怪物。同时希望贤秀能够觉醒。贤秀的眼睛变成了蓝色，显示出贤秀另一个人格的显现。在前往立岛基地的前哨站，伊井挟持一名少校潜入，依靠正义和他人的冲锋，避开了守卫的发现。正义行进中突然遇到一个女人，这女人是第1季死去的 CP 之一。小丽解释说，上哥的身体被侵占了，意识仍在争夺控制权，结果被幻象所影响，发生了一场大翻车。倒霉的看守没开枪就倒了一大片，男主贤秀没有大碍，正义被困在车里，剧烈的疼痛让士兵想念家人，痛恨生不逢时。因为剧烈的疼痛，希望贤秀能给自己一个痛快。贤秀痛苦地送走了士兵，然后自责地悲天悯人。与此同时，立岛基地的研究还在继续。因恶意评论最终怪化的女儿，担心自己的母亲也会怪化，女儿瞬间切断了母亲的手指，这证明黄形怪物不受过去羁绊的影响。得到情报后，人类立刻将怪物火化，这恶劣的场景也被伊井看到。在正义这边，
与上歌对抗导致系统不兼容，影响了再生能力和转移能力，都受到了限制，连正义都无法动弹，还被贤秀嘲笑。什么叫被选中？明明是被抛弃。看看没了人类，你连活都活不下去，真是个可怜的寄生虫，一动也动不了。正义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却怎么也劝不动圣母贤秀，最后只能被贤秀牵着走。他坚持要带他去向人类投降，正义极力劝阻，却无济于事，只能说你迟早会后悔。然后他们俩被赶来的军队射杀了。37小时前，哥哥恩赫发现自己出现感染症状，所以把妹妹恩佑托付给了智秀。恩佑觉得，在这个人人可能变异的时代，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，宁愿去找哥哥，哪怕他变成了怪物。智秀决定帮忙，尊重恩佑的决定。恩佑来到了完全被毁的绿之家公寓，在那里为哥哥的眼镜等遗物举行了简单的祭典。看着这些遗物，恩佑悲从中来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通过留下的纸条得知哥哥被感染，但生死依然未卜。不过恩佑背后突然出现的怪物，可能意味着恩赫还活着。在军方这边，他们用疫苗做诱饵欺骗黄毛行动，成功阻止了智秀，然后场面一度被军人控制。黄毛一向如此，他也是之前秘密通知军方的人。被恩佑威胁的军人终于可以报复，但是周围突然出现的乌鸦军团证明，这里仍然有他们的存在。那些可怕的怪物只是为了报复军人，把所有人都绑起来等待死亡。二等兵偷偷放松了绑绳，他打算放他们一马。第一季的时候，突然化身为胎盘的明淑阿姨意外出现。难道哥哥恩赫没有死，只是在静静的等待重生？不幸的是，阿姨一出门就被军人撞倒，还泼了汽油。他们想把无辜的阿姨烧死，但自食其果，被上一季的寻声怪秒杀了。大家都知道寻声怪的习性，所以只要保持安静就能逃生。但他们被突然出现的无人机干扰了，无奈之下只能正面对抗寻声怪。还有上一季没完全死去的大野怪，虽然大家逃到了车上，但怪物还是紧追不放。黄毛想直接逃跑，但恩佑不同意。二等兵先逃脱了大野怪，然后再逃脱波怪，只要靠右就能胜利，利用原力轻松获胜，最终成功逃出了绿之家的危险。虽然乌鸦军团是灭怪小队，但损失依旧严重。这样下去，小队迟早会被消耗殆尽。加上总部发来的撤退命令，金钟士决定带队撤离，哪怕这意味着违抗卓上士的命令。卓上士随后也发现了第二队全体成员的尸体，并回收了他们的狗牌。朋友坚信哥哥还活着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救助了一个偶然遇见的幸存者。大叔贤秀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了被关在狗笼里的实验对象。他立刻开始了第一次实验。为了吸引喜欢血腥的红形怪物，贤秀身上被泼满了血。这里他被称作 MH5 号，而正义则被叫做 MH6 号。但正义搬来时，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，这足以说明正义受上哥的精神和肉体影响。但正义并未死亡，突然之间消失了。他匍匐前行，干掉了2名值班医生，开始琢磨怎样才能破局自救。一开始红心怪物猛攻贤秀，但当怪物准备撕咬贤秀的时候，贤秀利用白眼之力看到了怪物生前的记忆，这让红心怪物停止了攻击。他希望贤秀能救他，结果贤秀只是嘴上说说，不肯目睹怪物化为灰烬。他既不愿见怪物伤人，也不忍人伤怪物，这就是典型的进退两难，非常矛盾。贤秀仅与怪物接触几秒，就使其停止攻击，这让任博士非常感兴趣。虽然贤秀厌恶怪物杀人，也反对人杀怪，但他同意让博士在他身上做研究，以便制造救世疫苗，这让博士很是欣慰。博士随后认出了假扮士兵的警察，他没有揭露真相，而是决定带他去见丈夫 MH1 号。实验品坦言，警察的到来会带来多大刺激，他对此很感兴趣。而正义则化身匍匐侠开始行动，偶然遇到了 MH1 号的向元博士，惊讶他竟然还没离开，看起来异常狼狈。但一番交流后，正义发现博士一直在等他。博士刚把义警打发走，自己却被士兵电晕带走了。二等兵因为小男孩急需上厕所而停车，结果男孩的姐姐碰到了黄毛怪物。黄毛焦虑的嘀咕，同时猛地掐住女孩的脖子。大叔和二等兵及时提供掩护，众人紧急撤退。黄毛焦虑到脸都变形了，然后他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一张极其丑陋的脸，并发出刺耳的尖叫，自嘲自己变得不好看了，这讽刺极了。最后用汽油和火把自己烤成了炭。不幸的是，男孩的姐姐最终没能撑过去，她赤脚回到潘巴峡向正义汇报。随着她的伤口逐渐愈合，我猜想香原博士可能也附身于上歌。伊景历经重重困难，最终见到了遭受严重折磨的丈夫，她哭得泣不成声，心中充满了怨恨和不甘。精灵腹中的胎儿疯狂增长，肚子瞬间变大。博士被强行带到指挥室的原因，是因为总理觉得
时间不多了，因此逼迫博士交出已经制备好的疫苗。但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不知为什么，博士就是不愿意交出疫苗。可能他已经看穿了高层的无药可救，或许还有其他原因。另一方面，恩佑他们终于抵达了幸存者营地。流浪汉大叔因为不愿上交武器而被赶出，其他想要进入营地的人都必须接受血液检查。一旦发现有愈合的感染者，他们将被强制隔离。因为伤口未愈，神情恍惚的智秀差点被怀疑是感染者。就在这时，广播突然宣布停止感染者筛选，原因是与乌鸦军团的解散直接相关。因此，困惑的卓尚去找上司询问详情。上司坦白说，国家何时能承认你的贡献？所以，他希望上司能带着一些资源和武器一同离开。但即使离开，他们也不能去幸存者营地。这说明上司隐瞒了一些关键的真相。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追问，上司就开枪自杀了。随后，卓尚查看了机密文件，一切都明了。这些机密文件来自立岛指挥部。总理为了逼迫博士交出疫苗，直接向他的手部开枪。随后他说，如果怪化是自然现象，那么在人类全部死光之前，怪化是不会停止的。因此得出结论，既然无法消灭病毒，就消灭人类，这样在人类变成怪物之前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听到总理的话后，博士大笑不止，表示我们想的一样，开始执行清洗行动吧。直接按下了发射按钮。转眼间，大量导弹朝幸存者体育馆飞去，爆炸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人群慌乱不已，互相踩踏，一片混乱。即便启动了人类清洗计划，博士还是不肯透露疫苗位置。危机关头，卓尚氏带队出击，一举制服了疯狂的高层。他们随后发现，总理已经变成了感染者，韩国进入无政府状态，军政府和武装自治成为可能。黑亚军团开始撤离幸存者营地，同时设置定时炸弹，目的是摧毁隔离区的怪物研究室。特殊感染者此时已经带领同伴杀出。伊景的肚子突然变大，正义和向元对圣母化的贤秀感到失望，这次决定不救他，也不杀他，选择放弃他，让他自生自灭。不管贤秀多么圣母，实力依然非常强大，打不过他。2个特殊感染者的附体仍然压制着贤秀，打斗场面越来越残酷。最终，正义用新能力侵入贤秀体内，逐渐将他变成一个不能动弹的活化石。伊景逃离时，立岛已化为废墟，伊景已经快要生了，就在冰面上。爆炸引起的冰裂让他即将临盆，伊景坠入冰冷的水中，他的孩子随即出生。孩子似乎继承了他的力量，用怪力把伊景往上拉。男友在这场灾难中奇迹般生还，知秀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为保护孩子，大腿被钢筋穿透，他自己被倒塌的墙体埋压。伊景醒来时已经在岸上，怪还啃食脐带的场景让他崩溃。至此，怪化爆发已337天。幸存者和乌鸦军团组成了营地，幸存者负责日常维修和清洁，相对轻松；乌鸦军团则负责保卫和采购，任务艰巨。因为一个意外，恩佑被误认为杀人犯。营地内出现了新的关键人物，比如一位患有绝症的老太太，她掉牙常腹痛，还有她那孝顺又傻气的儿子，他总想出去找药。还有对乌鸦军团颇有微词的小兰和小紫，经常争吵，总是想要自由的这对。金钟市一旦给他们机会外出，随口提及怪物，就让他们立刻退缩。小珍以谈恋爱为由，让崔夏氏帮她找致癌药。幸存者班长憎恨杀害她丈夫的恩佑，于是利用想外出的小兰和小子监视恩佑。班长的小女儿和大女儿靠关系过得很舒适，因此对恩佑的过分指使让她很不爽，所以警告小女儿不要逼她太紧，否则自己承担后果。她正在赌博，这位是个精明的牧师，不仅经营教会赚取资源，小珍也是他的招牌和助手。恩佑每天都在寻找下落不明的哥哥，小兰和傻儿子有着各自的目标，一路上尾随着他们。正规军则武装押运，一路上收集各种物资和情报。还记得那位穿着婚纱的可怜新娘吗？现在她已经变得疯疯癫癫，但经过军团测试后，确认她是无害的绿型怪物。之前的杀人事件中，有怪物在危难时克救了恩佑，恩佑隐约觉得是哥哥救了他。小兰小子这边也找到了丰富的物资，但小兰想要独占这些资源，这使他打算杀害恩佑。他们这边找到了一把武器，但很快被小兰抢走了。正规军因小镇的请求，崔夏氏擅离职守去找药品。班长因不忍心老婆婆的请求，最终答应带她一起外出。工作组长的小女儿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傻笑着看着二等兵，明显对她有意思。老婆婆突然无缘无故的跑了，最后竟然踩到地雷不敢动。原来老婆婆觉得自己是累赘，
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真正面临生命威胁时，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想死，但不幸总是接踵而至。老婆婆突然流鼻血，这是感染者的症状。老婆婆的傻儿子也同样倒霉，在秘密花园，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，那一颗傻子的记忆被他完全掌握，他也拥有了卓越的白眼技能，只是轻轻一推，傻儿子的身上就出现了异常变化。同时，小兰还在带着小紫追杀恩佑，他们的怒气伴随着欲望不断上升。他们赶到了一个工厂，这里不仅他们一个人，之前逃走的小孩怪物把恩佑从高处推了下来。小兰射中的人竟是那神秘女孩，但女孩并未死去，一开白眼，她立刻控制了小紫。疯狂的小兰无视所有警告，直接开枪射杀了小紫。就在她情绪失控的时候，小紫复活了并干掉了小兰。这时候正规军注意到崔夏氏不见了，同时二等兵和卓尚氏想出了一个计划，去救他的老婆。他们确实救了他，但地雷还是爆炸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迫使队伍必须赶紧回去，他们现在无法组织人手去寻找崔夏氏。原来恩佑物闯入了怪物的巢穴，引来了成群的怪物，怪物开始追杀侵入的恩佑。关键时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又一次救了恩佑，这让他更加确信那是他哥哥的幻影。但是下一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那神秘女孩。显然神秘女孩也是个特殊的感染者，她甚至比其他人更强。她在试探自己的老朋友，发现这人其实没什么恶意，至少没对她下手，反而是担心她会受到怪物的伤害。但那个神秘女孩显然与怪物有关，事情似乎有些复杂，所以她不想伤害这位老朋友。巨大的地雷爆炸声响起，这声音足以吸引周围的怪物，营地里的人都听到了。即将抵达的车队也清楚这个情况，车队故意远离营地，他们打算制造更响的爆炸声来引怪物走。不久后，他们遭到攻击，袭击他们的怪物看不清楚模样，爆炸器因为怪物的干扰没法引爆。幸亏金钟士射击技术高超，他亲自射中炸弹引爆了它。老婆婆出现症状后被隔离，被感染的傻儿子也艰难地回到营地。这时候的金钟士开始对卓尚氏的指挥能力产生怀疑。半年来，乌鸦军团损失惨重，神父偶尔来找任博士打探消息，但一无所获，索性自己动手搞点药品给部下。草丛中突然出现了流浪汉大叔，还有新来的小帮手。任博士很快就发现了傻儿子身上的秘密。小女儿对二等兵花痴不已，但二等兵浑然不觉。班长得知老婆婆是感染者后，极力要求卓尚氏将她赶走，因为怪化是通过恐惧和焦虑传播的，所以要从萌芽阶段就消灭。但卓尚氏的想法和班长完全相反，他认为只要有人能挺过来就好，这代表着还有希望。他还有些难言之隐。神父真希望小镇能过得更好，但他带来的药剂效果有限，几乎没啥帮助。班长的小女儿对二等兵情有独钟，而大女儿倒是喜欢上了神父，他们就跑去参加神父的告诫会。这是个向上帝吐露心声的地方，虽说是告诫会，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筹集物资。崔夏氏失踪了，金钟士想出去找他，但不确定崔夏是否逃了，所以不想让钟氏冒险，这让金钟士觉得他胆小怕事，下到底层也是一回事。瑞夏氏想找回翠蒂，钟氏却保持沉默，想必心里想的也是这些。小男孩来到这里后，因为太小而被欺负，失去姐姐后性情大变，他决定不再忍让。恩佑说坏人会有坏报，但男孩不信这一套，他那善良的父母也没得到好报，所以他反驳恩佑，告诉他我们应该狠心一些，要随性而活。此时任博士发现傻儿子体内的细胞跟怪物一样，但奇怪的是没呈现任何症状，这让他非常好奇。傻儿子被男孩告知老婆婆感染了，他天真的以为这样妈妈就不会死，男孩直言这会让他被杀。神父受托来听老婆婆最后的心声，老婆婆则在抱怨为啥神和鬼怪非得把她折磨得那么厉害，那些说能和怪物对话的传闻全都是假的。对此神父说真正折磨你的既不是神也不是怪物，大多是自找的或是身边的亲人。即便这样，老婆婆还是很想念她的儿子，儿子想出门找妈但却出不了门，最后被任博士找到了，任博士答应帮忙。然后他从儿子口中得知病毒原来是来自花园的那个女孩。随着病情加重，老婆婆的病居然全都好了，真是太讽刺了。连夜都睡不着觉的班长也来看望老婆婆，答应明天让她见儿子，然后就把老婆婆提前放逐了。另一方面，小珍等不到退休时决定自杀，恩佑正好匆忙路过，本想装作什么都没看到，但最终还是救了她。小珍，她说的话和之前对贤秀说的一模一样，如果要死就远点死，别让我看到。她做好事但从不说好话。恩佑被班长警告说有杀夫之仇，
决定等恩佑有计划后再亲手杀了他。神父告诉二等兵，小兰小子追踪恩佑后失踪了，所以他也跟着去观察，意外地发现了恩佑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二等兵是那次事故的见证者，他看到有怪物杀了班长的丈夫，但没杀恩佑，所以他猜测恩佑可能和怪物有关。突然，那个神秘女孩意外地被发现了，试图邀请恩佑和他一起离开，但二等兵突然注意到有其他人在场，出现的人居然是失踪已久的一景，没有遇到熟悉的面孔，自然的想要打探哥哥的下落，一景却阻止他靠近。女孩急忙离开了。博士对傻儿子的反应很好奇，于是安排了一场母子重逢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。老婆婆急忙告诉儿子自己已经痊愈，傻儿子却仍然认为老妈会一次又一次的生病，把除草剂当成了药物，认为只有老妈死了才不会再生病。明显是感情驱动超过了理性，对老婆婆有一种病态的执着，固执地对老婆婆进行强制性的照顾。老婆婆和傻儿子艰难地相依为命，在病变的影响下，逐渐形成了痛苦的心魔，似乎只有这样做，傻儿子才能得到解脱。感染的老婆婆生命力惊人，几乎把傻儿子逼疯。老妈理解儿子的痛苦，却无法阻止他失控。更糟糕的是，傻儿子失控后直接在原地自爆，这让博士非常生气，就像不小心玩坏了自己心爱的玩具。很明显，他们发现的感染规则已经过时。卓尚士听完后，决定重新编写这个故事，改编成傻儿子去看望母亲，然后被疯狂的老婆婆杀害。最终乌鸦军团赶到清理现场。卓尚士认为，感染病毒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理解，因此绝对不能向公众透露真相，否则他们的信仰会彻底崩溃。天佑决定去找狱警问清楚，但因为二等兵的担忧，他总是被阻止。天佑不小心踩到了陷阱，幸好又被二等兵救了，但随后被人一推，结果两个人都掉进了陷阱里。老婆婆和儿子的悲剧让人心痛。随着营地开始新一轮的血液检查，四眼满脸讨好地说，他说是靠乌鸦军团守护才杀死了怪物。但士兵却问，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和怪物之间本来就隔着一层纸。话音刚落，这时四眼已经开始出现症状，军团很快就发现了小兰。恩佑和二等兵都不见踪影，因为正门从未开过，这说明营地里肯定有其他出路。大家迅速行动，找到了其他出口，并迅速封锁这些出口。卓尚士找到班长，开始讽刺他，他指责班长掌握着秘密信息，这会让大家陷入危机，所以他希望班长能配合一下。显然班长待的地方不简单，连他的女儿都不许进入。有人在白天把绳子扔进了陷阱，他们借助绳索逃了出来，一逃出来就被水枪喷了一身汽油，接着一枚火箭飞来，意外击中了后面的隐身怪。这时恩佑他们遇到了大叔二人组，因为二等兵被小帮手看管，他们被绑了过来，这也是因为他们破坏了陷阱的惩罚。大叔显然不喜欢他们，他说明天你们可以自己离开。原来那神秘女孩其实是伊井所生的第二代新人类。伊井特别小心，所以他通常选择住在船上。他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尴尬和充满矛盾。伊井还是希望女儿能作为一个正常人活下去，不伤害其他人，或者干脆隐居，不跟任何人来往也可以。女儿拥有特殊的能力，她能感知别人的心声，因此她知道母亲把她视为怪物和灾难。在她看来，伊井和其他人类一样都是坏人，这种想法也是由他们的经历造成的。伊井为了保护女儿，把她锁在房间里，但他们无法避免遇到对怪物怀恨在心的人类。这些人类把伊井的女儿当作怪物来猎杀，伊井无奈地追赶着这些人，最终那个几乎被杀死的小女孩开始了她的异变。她瞬间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年女性，随后启动了她的能力，直接把对方变成了顺从的妻子，并迅速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母女之间的裂痕更加严重了。为了避免被伊井锁起来，小伊决定放火烧船。小怪还因为担心小伊也来帮忙，结果被伊井追得满地跑。因此和怪物亲近的小伊坚信伊井也将她视为怪物。没错，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厌恶了自己这样怪物般的女儿，所以他心里其实有一部分是希望女儿能彻底消失，那还不如就此别过。小伊决定离开伊井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小帮手放走了恩佑，因为他想独占二等兵这块小鲜肉。但小帮手明白他快留不住对方了，于是就提议，你吃我做的一顿饭，我就放你走。那绿不拉几的汤看起来根本无法下咽，可小帮手还是先自己干了一杯作为敬意，结果二等兵一口下去就晕了过去。这时候京中市意外地接到了崔夏氏发来的求救信号，原来卓尚氏已经被感染了，他杀害了因怪化感染的家人，这让他的内心逐渐崩溃。卓尚氏也在自杀边缘徘徊，差点一气之下掐死前来找他的博士。博士一眼看穿了一切，告诉他，我可以特殊处理你的情况，但条件是你得帮我逃出去。
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小一在车上偶遇了寻人的恩佑。一瞬间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。通过警察的回忆，他原本打算杀掉自己的怪物孩子，但孩子的哭泣让他停住了手。有人偶然见到了贤秀，便把孩子交给了贤秀，自己则逃离了现场。可以说是贤秀从小抚养了小一。易经本以为自己能忘记，但他发现自己做不到。他认为是自己的贪欲使孩子变成了怪物。当小一长得像人类时，连伊景也不禁动心了，因此心存不安，与女儿共度了一段时间，直到那天的惨案发生。从此他们的隔阂越来越大。为了能永远辨认小一，他在伤口上涂了黑漆，他的眼睛也是因为小一反击而受伤，这也是小一反击的结果。这对手套是易景给孩子的希望，这样他就不会受到外界伤害。但话说回来，也希望他别去伤害别人。时间又回到了现在，那个熟悉的身影是贤秀。实际上从第一季后半部分开始，恩佑就开始喜欢上贤秀了，所以他不想让贤秀就这么离开。贤秀一方面不想跟人类深入交往，怕无意中伤到人，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小一多想，因此他们划清了界限。但小一看出贤秀是为了保护那个人类，在保护人类的过程中却伤害了小一的怪物朋友，因此小一决定自己行动，去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类，这样贤秀和妈妈就能感同身受。通过小一的事情，贤秀得知他们的家已被烧毁。伊景那边，女儿走后决定自杀，所以不管火势多大，伊景都未曾离开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小乖还把他当成了自家人，不顾一切地保护他，直到贤秀及时赶到，最终把他们救了出来。男友和大叔刚好赶到，本以为他们在玩火，没想到二等兵险些被蘑菇汤毒死。为何小帮手安然无恙？因为他体内有毒性抗体。军团那边，卓上士和博士有着别的打算，于是改变态度，支持金钟士他们去救崔夏士。盲人有盲人的烦恼，当别人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小女儿和朋友们开了个酒会解闷，借此释放失恋的忧伤，开心的唱歌跳舞。博士出来呼吸新鲜空气，感觉很不错。正在那时，突然遭到一群怪物的袭击，大家只好一边战斗一边撤退，继续前进。原来是博士偷了东西，引起了怪物的群攻。这些怪物的统一行动就像是被人操控一样。很快的，博士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实验室，然后分成两组行动，一组负责救援，另一组去搜索建筑。与此同时，营地里突然传来怪异的声音，班长马上叫女儿执行一个秘密任务。很快，营地收到了怪物大举出现的警报，即使没有外来的怪物入侵，营地里已经有不少感染者出现症状了。随着乌鸦军团的到来，小女孩立刻撤离现场。乌鸦军团一到，全副武装枪口示威，告诫大家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只能信任自己和实际证据。因此除了这件事，其他人都显得无动于衷，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班长讽刺地说，卓上士不是应该起带头作用吗？已经被感染的卓上士别无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。就在这时候，营地的电线突然短路了，显然是班长的小女儿搞的鬼。这是间接帮了快被发现的卓上士。瑞夏士和他的团队这时赶来救援崔夏士，他们经过的走廊上满是尸骨，到处都是难闻的恶臭。大门突然自动关上了，把他们两个人隔离开了。当门再次打开时，门外的火机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地的鲜血。紧接着，他们发现火鸡尸体被粘液包裹，瑞夏士吓得魂飞魄散，队友急忙拉着他撤退。地上的移动液体很明显是某种特殊感染者。博士在房间里发现了怪物的胎盘，为了安全，最好还是不要触摸，光看不摸真是难受。博士感到心痒难耐。这时金钟士接到了队友的求救信号，不得不决定留下博士，救人更为紧急。同时大叔用解毒草救了二等兵，他们也碰到了背着衣锦的贤秀。一声枪响后，显然大叔对贤秀并不欢迎，立即劫持了小帮手，因为他讨厌那些伤害贤秀的人。尽管是怪物，但终究是人变的，没人能保证小帮手和大叔不会变怪。小帮手迅速采取反击，他们彼此势不两立，于是决定放弃二等兵，决定和大叔一起离开。营地里班长找到了四眼，想拉他一起帮忙，其实帮忙只是个幌子，因为组长已经知道四眼被感染了，这儿没人愿意帮四眼。但组长说他可以，他指着地图解释，这片区域实际上比地图上显示的大很多，所以他打算帮四眼找个藏身之处，比如说躲在某个角落。实际上组长是想除掉四眼，目的是阻止怪异花卉的传播。从四眼背后的尸骨来看，组长已经解决了不少感染者。另一方面，组长的小女儿因断电被抓，她因为遗留下的东西暴露了，所以被卓上士带走处理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组长对此似乎不怎么关心。在实验室里，
瑞夏和另一人组成2人组，他们发现了更多的感染者，而且这些感染者都被分类关押了。他们差点被想要爬上来的感染者抓住，于是用喷火枪全力输出，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转角时，一个黑衣男人出现了，本以为他是自己人，结果却被他套路关了起来。博士在这边依依不舍，和怪物胚胎聊得越来越起劲。金钟市这边也有所发现，一个自称是幸存者的人类女孩，她说自己是这里的幸存者，还说她见过一个穿军装的人，说完就带他们去找那个人。这明显有点可疑，毕竟正常人谁会在这种地方住下来？小帮手在这边其实很想和2等兵他们待在一起，因此他嘲笑大叔不仅丑还胆小，还质问大叔既然害怕别人，为什么还要带着自己？大叔说是因为喜欢小帮手那种超脱的想法，这样就不会因为情绪波动而变成怪物。但小帮手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，于是下毒把大叔弄晕，打算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。贤秀这边伊景因一氧化碳中毒，急切需要氧气治疗，否则很快会窒息而死。他们很快找到了一瓶氧气罐，可惜氧气罐是空的。尽管努力寻找，可能这就是命运。毕竟伊景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去，但贤秀想让伊景和小一最后见一面，所以他跑到了小一的花园，希望小一能见母亲最后一面。因为伊景快不行了，小一一开始很抗拒，他不太懂什么是死亡。贤秀解释说死就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小一觉得妈妈不仅讨厌他，还希望他消失，但贤秀认为不懂的是小一，这次如果不去，小一肯定会后悔。最后小一还是给贤秀面子，决定跟着去。恩佑也向等明透露，自己是被班长的被感染的丈夫袭击的，后来得到贤秀的救助。他没告诉班长，是因为不想让他伤心。伊景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女儿道歉，小一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便直接使用了他的能力，因此对贤秀说不要哭了。他说他妈妈不会死的。就在贤秀以为伊景已经去世的时候，伊景受到能力的影响复活了，变成了半人半怪的存在，感到无比痛苦，内心充满了仇恨，因此打斗中也显得矛盾重重，痛苦难当。贤秀努力制服暴走的伊景，同时感受到伊景内心的欲望和深重的矛盾。他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己的幻想中幸福生活，但又被这些幻想折磨得快疯了。最终贤秀痛下决心把伊景推进深渊，希望这能结束所有的痛苦。之后贤秀也昏睡了过去。2等兵与决定留下陪伴贤秀的恩友告别。金钟市最终找到了失踪的崔夏氏，但是大门被封锁打不开，于是金钟市带着女孩去找同伙，找到另一个看守崔夏氏的队友，他们交换了小镇需要的药物。他提醒队友，如果不快跑就没机会了，因为那些特殊感染者不会放你们走。原来无论是这个黑衣人还是旁边的小女孩，其实都是超能力超群的特殊感染者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瑞嘉氏的队友也被新人类秒杀，另一个寻找金钟市的队友也被控制了起来。贤秀这边突然苏醒，但他的眼睛完全变成了蓝色，这意味着苏醒的是另一个怪物人格的贤秀。他告诉恩佑，另一个自己伤心欲绝，让他休息吧，也告诉恩佑，如果没有他，懦弱的贤秀早就消失了。现在只剩下博士这边，结果他被引诱到了实验室，任博士亲手造成了朋友的死亡，那就是向元博士，所以被附体的向元早已誓言复仇。关于这点我们也有所猜测。没错，随着怪物胚胎的逐步解锁，新人类就是恩佑的哥哥。呵。